Hello， 大家好 ，Mate 50这两台机子我们买到手之后呢，也用了一段时间了，在陆续更新了几个系统版本之后，今天我们就先对 Mate 50、50 Pro 上的相机影像部分做一个全面评测，看它俩的表现到底怎么样。今年 Mate 50系列主摄呢依然是 IMX766，但是滤镜阵列从去年 P50 Pro 上的 RGB 重新变回了 RYYB， 增加了 f1.4 到 f4 的10档可变光圈设计，3.5倍6400万像素潜望式长焦同样也变成了 RYYB 排列，黑白摄像头呢取消了。标准版的主摄同样是 IMX766 RYYB 加可变光圈设计，但是呢没有光学防抖，长焦是1200万像素的小底潜望式，超广角呢都是1300万像素，支持自动对焦。可变光圈这个设计啊，大家早年在三星 S9 系列上应该看到过，当时呢是 f1.5、f2.4 两档可变，这次 Mate 50系列上是 f1.4 到 f4 10档可变。这里呢我们也是在专业模式中设置了几档不同光圈进行对比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从景深虚化效果上来说，从 f1.4 切换到 f4， 景深变化呢还是挺直观的。但是很多中间档位切换，景深变化感知呢就很小了。比如说从 f1.4 到 f1.8， 从 f2.8 到 f3.5 这种，并不像单反相机上那样，前后两档呢会有比较直观的虚化效果差异。因为 IMX766 传感器本身啊底不算很大，而且 Mate 50 Pro 默认会对画面进行一定的裁切，并不是利用全部的1.56分之英寸传感器尺寸进行拍照的，也就进一步弱化了相邻几个档位的光圈虚化效果差异。至于缩小光圈之后拍摄平面物体边缘的画质，我们用默认自动模式 f2.0 档位对比手动专业模式用的 f4 档位，边缘文字的清晰度呢其实差距并不是太大。当然这点应该也和自动模式中有锐化算法有关。但如果是用 f1.4 档位和 f2.0 档位去对比的话，那么边缘文字的清晰度上 f2.0 呢还是会好挺多的。所以对于 Mate 50系列来说，可变光圈的优势呢还是在现有传感器条件下，晚上利用大光圈提升进光量，白天呢缩小光圈，兼顾近距离拍摄的边缘画质。根据我们拍摄的几百组样张来看， Mate 50和 Mate 50 Pro 光线良好的情况下是 f2.0， 晚上呢则是 f1.4， 自动模式基本是在2个光圈档位切换。主摄日常动态范围表现上来说 ，Mate 50系两款机型大多数场景下的表现呢还不错，高光部分有细节，暗部的降噪呢也 OK， 画面亮度啊并不像以前 RYB 夜视一分隔，明暗对比有层次感。而且今年 Mate 50系列相册查看照片时呢，可以和 iPhone 一样支持 HDR 实时预览啊，比如说你拍摄一些灯箱或者在一些高反差的大光比场景，那么在自带相册中的观看体验就明显要好于在显示器上了，灯箱部分看起来就和实际一样会提亮发光啊，这里呢给好评。但是对比 P50 Pro 和小米 12S Ultra，Mate 50两款机子确实还有差距啊，尤其是一些灯箱高光物体的细节还原上啊，比如说这组灯箱样张，12S Ultra 和 P50 Pro 都能正常还原灯箱的字体颜色，而两台 Mate 50灯箱部分呢，则是接近白色了。再比如说这组样张，两台 Mate 50机型彩色标识牌呢会有些泛白啊，并且红色标识牌的大润发字样也变成了橘黄色。理论上 RYYB 排列同尺寸的传感器感光能力呢会更强啊，但同时呢也会对色彩还原能力提出更大的挑战。目前系统版本两台机呢都会不同程度出现色偏问题，尤其是在晚上。这组样张 Mate 50路面车子轮毂明显偏红， Mate 50 Pro 呢也偏红，但是呢会好一些。12S Ultra P50 Pro 呢接近。当然，这组颜色还原最准的还是 P50 Pro。再比如说这组样张 ，Mate 50呢还是偏红 ，Mate 50 Pro 预览的时候也偏红，但是拍完照片之后会对照片做一个修正，整体色彩观感上来说没啥问题。白天 Mate 50 Pro 色彩还原确实要比 Mate 50标准版的更好些。当然，这里并不是说 Mate 50所有场景都明显偏红啊，有些场景颜色稍微偏红一点，如果不作为对比参考，其实呢也比较难发现。对于实际的照片观感影响呢，并不是那么大，但横向对比时，它出现偏红的几率确实挺大。对于5000档位的旗舰机，拍照部分我们自然也不能用3500档的标准去要求。但是到了晚上，两者的表现呢就是半斤八两了。这组夜景样张 ，Mate 50和 Mate 50 Pro 整个色调来说略微有些偏紫，但这个时候如果你进行2倍数码变焦，那么两者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偏红偏紫问题。而且137系统版本连推了几个补丁之后 ，Mate 50和 Mate 50 Pro 主摄解析力表现呢也是有些飘忽不定。很多夜景样张放大看像是没有完全合焦，细节呢发虚。理论上晚上用 f1.4 光圈，锐度相对于 f2.0 呢会稍差些，但也不至于差这么多啊。所以 Mate 50系列目前基于主摄的2倍数码裁切可用性呢就非常低了，而且这个2倍相对于主摄的1倍模式，色偏通常来说也会更加明显，没有做稳定的颜色校正。其实从华为的 P30系列开始到 Mate 40系列，前两代机型 RYB 色偏问题呢也是比较明显。但是到了 Mate 40这一代呢，色准优化已经是做得不错了。这里我们也是找来了同样是 RYB 主摄的 Mate 40 Pro， 在同一场景拍摄了一组，颜色还原呢确实要比 Mate 50呢好许多，不会出现明显的偏红问题。晚上同样是基于主摄2倍裁切模式，解析力呢也是明显好于 Mate 50系列。
放大看呢，墙体也没有明显泛红泛紫。超广角方面 ，Mate 50和 Mate 50 Pro 的表现呢，相比 P50 Pro 表现是有进步的。晚上无论是整体的画面纯净度还是高光压制能力，都要比 P50 Pro 的超广角呢更强。长焦方面都是3.5倍模式下 ，Mate 50标准版呢，因为没有做主摄和长焦的融合算法，调用的是主摄数码变焦，所以说解析力最差，颜色呢依然是偏红。12S Ultra 这个时候呢，采用的是主摄和长焦融合，中心解析力不错，但是边缘画质呢差了些，会有拼接感。Mate 50 Pro 和 P50 Pro 都是6400万像素的大底3.5倍潜望式，在3.5倍到10倍都可以提供不错的解析力啊。这个方案大米自己呢是挺喜欢的，可以覆盖更多的焦段。细节上呢 ，P50 Pro 要比 Mate 50 Pro 更好些啊，毕竟有黑白摄像头提升画质。当然，纯5倍模式依然是12S Ultra 更强些。到了10倍环节，3款大底潜望机型的解析力呢都不错，但是放大看 P50 Pro 和 Mate 50 Pro 的画面纯净度会更高，12S Ultra 的噪点呢略多。Mate 50因为是小底方案，10倍模式中心解析力呢是明显不如另外3款了。这一次两台机子的长焦用的也是 RYB， 优势呢是光线暗的环境下可以获得更多的进光量。之前评测我们也说过，P50 Pro 长焦晚上呢容易切回主摄变成数码变焦，调用呢不是太积极。这方面 Mate 50 Pro 呢就要好许多，城市夜景呢基本是可以直接调用长焦，部分样张的画面纯净度甚至要好于12S Ultra。但是和前面提到的一样，这代 RYB 的猜测算法目前是真的不太稳。这组样张 P50 Pro 切回了主摄，其他3台都能正常调用长焦，但是 Mate 50 Pro 明显偏紫，色彩还原呢还不如 Mate 50标准版。到了这组5倍样张 ，Mate 50标准版呢是长焦偏黄 ，Mate 50 Pro 呢是偏紫，色彩上12S Ultra 和 P50 Pro 呢比较正常些。总之，长焦的色彩还原上，两台 Mate 50白天测试下来问题不大，但是晚上呢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色偏，甚至同一个场景、同一个长焦，我们用 Mate 50 Pro 3.5倍和5倍拍的色彩呢也是明显不一样。至于视频拍摄方面的表现，华为的旗舰在这方面表现可以说是一直都不是强项。目前测试下来，同样主摄 4K 60帧模式，拍摄绿色植物时容易出现一些泛白的问题。另外在跑动时呢，画面的抖动也会相对更加明显。总的来说，今年 Mate 50和 Mate 50 Pro 按照目前的成像表现来看，属于是没调好先发布。Mate 50 Pro 白天表现呢比 Mate 50标准版的更稳些，无论是主摄还是长焦，出现明显色偏的场景相对少些，应该是花了更多的精力去调教。目前的主要问题呢，就是主摄夜景解析力比较差，2倍变焦画质拉垮，夜景拍摄呢会随机性出现各种色偏问题，当然长焦色偏的几率会比主摄呢更大些。综合的成像稳定性显然是不如 P50 Pro 和小米12S Ultra 的。体验上，相册呢支持 HDR 显示给好评，但是取景框画质呢依然是不太行一个是帧率比较低，用心能狗测试，拍照预览界面最高是30帧，但是会掉到24帧左右。开启60帧录像，取景框呢会时不时掉到40帧左右。主观感受呢就是取景器会有卡顿。另外呢就是 RYB 传感器导致有些场景实拍界面和成片颜色呢差距较大，无法所见即所得。而且因为目前系统猜测算法不太稳定，你很难知道后台计算还原得到的是一个正确的颜色还是一个偏的颜色。去年 P50 Pro 虽然说 IMX766 底不大，但是凭借出色的计算光学，外加黑白镜头加强细节，可以算是 IMX766 机型的天花板了。关键是 P50 Pro 影像表现刚上市就有稳定的表现。Mate 50系列目前来看，整个机子给我的感觉就是半优化状态就开卖了。不仅仅是拍照 ，Mate 50买到手的时候，前2个系统版本流畅度和发热呢也都是不太行。直到137版本最新几个补丁更新之后，发热问题呢才得到缓解总之呢，还是希望尽快做好全面优化工作吧。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华为 Mate 50系列的影像体验部分了。Mate 50全系列深度评测，我们也会尽快为大家带来。因为这个机子最近更新呢有点频繁所以说不少数据呢需要重新验证。相机部分后续如果有更新改善，我们也会在视频里面提到。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别忘了点个赞，加个关注，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